豆类是我们日常饮食中常见的主食搭配，除了米和面之外，红豆、绿豆、黑豆三种豆类也常常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。但是很多人并不清楚这三种豆类的营养价值以及适合哪些人食用。今天我们来一起探讨一下哪种豆类最有营养，并了解多吃豆类的好处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明家魔法。不管是黑豆、黄豆或者是红豆，每一种豆类食物当中都含有大量对人体有益的物质，尤其是在这些豆类食物当中所含有的植物蛋白、钙质、卵磷脂、不饱和脂肪酸、氨基酸成分都特别丰富。这些豆类当中所含有的物质都能够很好的被机体吸收和利用，适当的吃一些这样的豆类食物，对人体健康有着比较多的保健功效。不管是黑豆、黄豆还是红豆，对人体所产生的功效各不相同，所以在选择黑豆、黄豆和红豆的时候，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状况来选择，并不存在哪一种营养元素含量最高的说法。红豆补血养胃，但需谨慎。红豆在中国传统医学中常被视为补血养胃的佳品，富含铁、钾和 B 族维生素，对改善贫血、增强体力有一定作用。而对于糖尿病患者而言，红豆的碳水化合物含量相对较高，每100克红豆中含有约60克碳水化合物，其升糖指数约为40，仍属于低 GI 食物，但对血糖的影响比黄豆明显。红豆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其利尿作用，能帮助排出体内多余的水分，缓解水肿。但需要注意的是，红豆常被用于制作红豆沙、红豆汤圆等甜品，这些高糖、高热量的加工食品显然不适合糖尿病患者。若想充分利用红豆的营养价值，建议将其与燕麦、糙米等低 GI 食材搭配，熬煮成无糖的杂粮粥，以减少血糖波动。黑豆被称为豆中之王，其营养价值极高，特别是它所含有的铁质和其他微量元素比普通豆制品多出数倍。定期食用能够起到补肾养血的作用，同时抗氧化能力强，有助于增强个人体质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黑豆中含有稀有的花青素成分，这是一种强效抗氧化剂，可以帮助延缓衰老过程。黑豆还富含多种矿物质，如钙、镁、锌等，有助于强化骨骼和调节代谢功能。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，黑豆可以作为日常膳食中的优质蛋白质来源，用于代替部分动物性蛋白，减少饱和脂肪酸的摄入。黑豆还具有一定的利尿作用，可帮助糖尿病患者改善水肿状态。需要注意的是，黑豆的外皮较硬，烹饪时应充分煮烂，以避免消化不良。绿豆清热解毒，夏季酷暑难耐时，一碗绿豆汤总能令人身心舒畅。绿豆具有清热解毒、利尿消肿的功效，常被用作夏季解暑的传统食材。从营养角度来看，绿豆富含维生素 C、膳食纤维和抗氧化物质，能帮助改善免疫力，降低炎症水平。而绿豆的升糖指数约为35，属于低 GI 食物，但其实际碳水化合物含量与红豆相近，过量食用仍会导致血糖升高。糖尿病患者享用绿豆时，需格外注意烹饪方式，添加白糖、冰糖的绿豆汤无疑会让血糖雪上加霜。若想既享受绿豆的清凉解暑效果，又避免血糖波动，建议用绿豆熬成无糖绿豆粥，搭配燕麦或其他高纤维食材，进一步降低血糖负担。黄豆是大豆的其中一种，素有豆中之王、甜中之玉的美誉。
它的优质植物蛋白质含量高达 35%， 富含赖氨酸。若人体缺乏赖氨酸，会出现疲劳、虚弱、没有食欲、发育迟缓等症状。我们日常食用的大米和面食中赖氨酸含量较低，与黄豆混合食用，可以起到氨基酸互补的作用，从而提高蛋白质利用率。黄豆的脂肪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，其中的卵磷脂还有助于体内胆固醇代谢，延缓动脉硬化，降低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几率。此外，我国西北著名面食锅盔的做法就是将小麦与黄豆混合而成，其营养价值高又易于保存。在频发战争的战国时期，锅盔也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。豌豆的口感就十分招人喜欢，清甜绵密，嚼起来十分爽口，嚼在嘴里感觉也很奇妙，糯糯的，沙沙的。它里面含有丰富的营养元素，经常吃可以和中益气，开胃消食，促进身体的新陈代谢，很适合肠胃不好的中老年人吃。新鲜的豌豆十分软嫩，可以免去蒸煮的步骤，直接拿来做美食。推荐大家可以试试这道豌豆炒虾仁。虾仁是高营养低热量的白肉，而且肉质软嫩 Q 弹，非常适合中老年人吃。将两者搭配在一起炒熟，口感鲜香，软糯爽滑，特别下饭。在精细粮食上增加粗粮的摄入，粗细粮的搭配既能降低整体的热量，还有助于增加多种营养物质的摄入，如粗粮中丰富的膳食纤维、植物蛋白、维生素 A、维生素 B 族、维生素 D、钙、铁、磷、钾、镁等，营养健康。可这里说的五谷杂粮到底指的是什么？据记载，在《黄帝内经·素问》中提到，在养生界里所说的是五谷为养，五果为助，五畜为益，五菜为充。从这里就可以看到五谷杂粮在饮食中的地位。对于五谷到底指的是什么，因时期不同所说的也不一样，有黍、稷、麦、菽、稻的说法，也有黍、稷、麦、菽、麻的说法。再到现在，五谷已经不单单是五种粮食了，可是一个统称，多是指生活中的谷类作物。如豆类，书所指的就是大豆，作为人们经常吃的黄豆较为常见。除此以外，还有青豆、黑豆、绿豆、红豆等等，每种豆类营养价值高，含有植物蛋白、膳食纤维、不饱和脂肪酸、多种矿物质等成分，大家不妨每天适量吃。豆类作为一种高蛋白质、低热量的食物，对健康有着积极的影响。无论是老人、孩子还是成年人，都可以从豆类中获得丰富的营养物质，并在控制热量摄入的同时提供所需的能量。通过增加豆类的摄入量，并将其与其他健康食材搭配，我们可以为身体提供平衡的膳食，促进健康生活的实现。我们常吃豆胜过肉，而且豆类对老少皆宜，是一种理想的食物选择。好了，关于豆类的营养知识分享到这里了，喜欢的朋友们可以收藏起来，试试做着吃哦。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